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！你看，我刚才这一回头，我说怎么站一人呀？哎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16号星期四，今天就轻松跑了，然后明天也轻松跑，今天没准一会儿我都不跑了。就自从这伤病开始之后，就都不太顺利，各种事儿都是特别闹心。不是又要那个长途飞机了吗？可能这段时间忙累，或者心理压力大吧，又有点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。哎呀，就昨天下午开始突然不舒服，所以调整吧。这次波士顿回来到开普敦之前的这1个月，把工作也放一放。就收到最小规模，调整1个月。从今年初，从春节，从大阪半马之后，就一直是特别的，也不能说很极限吧，比较紧张的状态。我觉得是要调整了。但是万幸的是，我这应该没啥事儿，因为有疫苗，有2月份不是严重的病了一次。人家 AI 跟我说你没事儿，你可能就是最近疲劳了，听他的。明天中午飞，先从大阪到成田，东京，然后从成田直接飞波士顿，就周五的下午6点多起飞，就是东京时间。然后呢，波士顿的周五下午的6点多到达。就等于说飞了10几个小时，时间没变，就等于正好对抗了地球的自转，这有点意思。太远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时差吧，它讨厌。其实我这班航班是最合适的时间，就只要你熬住了不睡觉。你看我在这儿下午6点多起飞。我只要这10几个小时坚持住不睡觉，我到哪儿是当地的下午6点多，到了酒店睡一晚，差不多就能调整过来一大半。但是这次去的时间太短了，去这么短时间，我觉得时差不能使劲倒。时间倒回来可难受了，就是从那边来这边，从西往东这地球，那个时差不太好倒。18号的早晨去参加布鲁克斯的早餐跑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布鲁克斯的活动日历，在波士顿马拉松期间，18号早晨那个活动我去，然后本来说18号还是19号我忘了，晚上有一个 VIP party。我看菜单还有龙虾，但是正好时间不巧，要不然我有那个机会可以去的。第2次能去波士顿马拉松的感觉不一样哦，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波士顿多有历史，这马拉松或者多规模多大，而是太远了。你让我再去一次纽约或者芝加哥，我也是这感觉。看这个。牛肉拉面屋，牛一嘴，今天早上出来散步吧。哎呦，正好这个昨天那个6个400跑完，伤没有变重，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很明确了，就像核磁的结果是一样，它不是个结构性的伤，所以就可以和它共处了。这段时间。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大阪，睡得很差。我发现今年开始睡眠变差了。原来我还特庆幸自己的睡眠很规律，对，最近睡眠变差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天和谁聊？想想和一位朋友聊，他今年35岁，我就说你再过3年，就能感受到身体带来的变化。所以今天早上起来，一位
会员小伙伴的会员问答，说38岁开始跑步，自己特别认真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是买的还是借的还是怎么着，测那个血乳酸，发现自己的 LT1 和 LT2 特别接近，但是 LT1 挺好的，也就是说有氧能力好，然后阈值能力差。他说跟我的情况其实就接近的程度差不多，但是他的那个整体的值太低了。说是不是要练速度？我跟他说是，但是38岁了。他问我说，比例要达到多少就强度训练？我说怎么着？您这情况30%左右吧。那初跑者一开始其实不太需要那么多的大量的有氧，因为你跑有氧也累，跑速度也累。先把阈值往上拉一拉，跑起来会轻松一点。但是我也说了，我说到这年纪，老说只争朝夕，争的是什么朝夕呢？争的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朝夕。因为我们平常训练有提升吗？有提升。就像另外一位早上起来回了3个问题，另外一位也说我刚开始跑步1年，是不是我的课表不对？因为我怎么就练了3个月了，没有明显的变化。我说马拉松训练这事儿，除非你是刚刚开始跑步、减肥开始跑步的人，差不多过了1-2年之后，你的进步就是以半年或者1年为单位来进步的，这才能慢慢的感受到，都不一定能感受到，因为它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进步跟上台阶一样，是因为你才感受到，就这么回事儿。那对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说我们练，然后恢复变强，练恢复变强，这种周而复始的过程，或者说练变强，这个过程慢，但是我们身体，我们日常我们又不是专业运动员，我们不能脱产，对吧？我们有工作、有生活、有家庭，各种事儿一干，然后再加上疲劳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休息恢复变差，那你总有一天你的进步和你的就是消耗或者变差打平，然后又会总有那么一天，这段时间过了以后，你的变弱会快于你的变强，这个是自然规律，谁也解决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跑者可能会有这种焦虑，反正我有的时候会有，但是我现在想了一个事儿，就是你这种焦虑有了以后，其实没有用，只会自己增加额外的烦恼。就做好现在的自己，然后就说白了，对马拉松选手，就我一直对自己的观点就是，什么叫做好自己现在的自己，就是别让自己太舒服，但是也别让自己太不舒服，在这两者之间偏向于稍微有点不舒服那状态，就是每天都有点累就行了，这样你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。怎么说也不能说超过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跑步马拉松训练不是为了超过别人，甚至也不是为了超过自己，而是为了追求那种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追求那种每天有点累，有点辛苦，有点因为累和辛苦稍有一点点心安理得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嚯，吓我一跳！你看，我刚才这一回头，我说怎么站一人呀？能看见吗？能看见吧？我这玻璃好脏啊！看这边每天都是这种大太阳，因为大阪离海不远，就我身后的方向十来公里，可能都没有10来公里，就是海边了。就大阪马拉松，我第一次看到会长折返过来的时候，他那个折返再往前大概2-3公里，就是那个大阪的那水族馆和那个摩天轮，就是海边了，就到了差不多就是环境影城和那个哪儿，当时世博会的那个，看这有意思啊！哼，二胡教室。
哎，今天出来散这一圈步，跟大家聊两句。明天早晨跑完步回家，收拾收拾，应该就得去机场。在大阪就跟在北京不一样了，那在北京基本上，除非是没有航线的，去哪儿都是直飞。在这儿去哪儿都得去东京转机。那不管是去波士顿，还是那次去哪儿？去布达佩斯，对，这些反正稍微远点的地儿，不是那么繁密的航线的地儿，就都得东京转机。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体验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么着，那太阳多好啊！在大阪的最后2天调整一下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开开心心的。咱们看看明天还能不能见。明天要是不见的话，咱们就波士顿再见了。